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MakeSAS 模板的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说用户管理功能。MakeSAS 模板内置了一个用户管理的界面，前面我们在配置侧边栏菜单的时候也已经看到过了。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功能。首先，这个用户管理系统目前默认仅限管理员访问。MakeSAS 模板的话，内置两种用户角色，一个是 Admin 管理员，一个是普通用户 User。我们看一下如何设置管理员用户。要设置管理员用户的话，首先要访问这个数据库。访问数据库，我们可以执行这条命令，然后打开本地的 Gradle Studio，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数据库里面的表和数据了。然后这里找到你想要设置为管理员的那个用户，把他的 role 这个字段、角色这个字段设置为 admin， 那么然后再保存就可以了。前面我们在设置侧边栏菜单的时候已经设置过了，也就是说目前的管理员是这个 Google 登录的这个用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就在这里。Google 登录的这个用户的话，他在他的那个后台系统可以看到一个 admin 的一个面板，然后里面有一个用户管理的一个 tab 入口，然后点击就可以看到用户管理的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用户管理系统的话还支持对某个特定用户进行封禁。当你发现网站当中有些行为异常的用户的时候，你可以对它进行封禁。封禁的操作就是点击这个用户，然后在这里指定一个封禁的原因以及封禁的时间。如果不设置时间，那么就是永久封禁；如果设置时间，就是设置到一个指定的时间会给它解封。假设我给它封禁1周，在这1周之内，这个用户就无法登录到这个系统了。我们来演示一下。现在是这个用户他想要进行登录，这里就会报错，不允许他登录。现在我们还是切回到刚刚那个系统管理员，然后我们来对他解封，然后再退出。还是这个用户，现在我们已经对他进行解封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是否能正常登录。OK， 正常了，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用户，所以他这里边是看不到用户管理界面的。用户管理系统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户跟那个 Stripe 的那个 Custom 的页面进行了一个集成，给大家演示一下，看一下效果。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从用户管理界面跳转到 Stripe 的这个用户在 Stripe 的那个对应的那个页面。比如说，我们点这个 Custom 的 ID， 正常就会跳转到 Stripe 上这个用户的对应的那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支付记录，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MakeSAS 模板的统计分析功能。MakeSAS 模板内置了非常多的统计分析工具，包括像谷歌分析、Warsaw 分析，或者是开源的Umami 分析、Plausible 分析、OpenPanel 分析等等，你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接入。对于不用自己部署的统计分析工具来说，我推荐使用谷歌分析，因为它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我们网站基本上都是会接入谷歌分析的。它的接入方式比较简单，进入到谷歌分析的后台，点击创建一个 property， 这边给它设置一个名字，其他默认就好，然后设置一个行业领域，规模大小，这边也是假设选择获取网站流量，这边平台选择 Web， 然后输入网站的域名，比如说 MakeSAS Video， 这里最好是将来有了自己的域名，填上自己的域名，然后创建。
OK，这边的话它就会给我们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如果嵌入到这个网页当中，就可以统计这个网站的流量了。这边的话就不需要你做这些事情 ，Mixas 模板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你只需要复制这个ID， 谷歌分析的 ID， 把它复制到这里就可以了。有些开源的统计分析工具，比如 Umami、Plausible 这些，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一份。我这边的话是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了一个 Plausible 的一个实例，通过 Plausible 的模板功能一键部署是比较方便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配置 Plausible 统计分析。进入到你自己部署的 Plausible 的那个网站，然后添加一个网站，这边先输入一个域名。OK，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个脚本的一个链接。这边的话，你需要复制这个脚本的链接地址，将它复制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默认的话使用的是 Plausible 官网自己的那个脚本的地址，但是要求你这里使用的是它的那个服务，而不是你自建的服务。如果是你自己建了一个 Plausible 的实例的话，得切换成你自己的那个脚本的地址 ，OK， 然后再把这个域名给拷贝过来，把这两项配置到你的环境变量当中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假设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需要开启的话，那么开启之后你这个脚本的这个地址是会不一样的，那么你更改这个脚本的地址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想添加一些其他的统计分析功能，比如说你的网站是部署在 Vercel 上面的，那你可以开启 Vercel Analytics， 或者说你可以使用 DataFast， 这个就是 DataFast Grow Your Startup with Data， 它的作者呢就是那个比较有名的独立开发者 Mark。 DataFast 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每一笔收入它的流量来源自哪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目的的去提高你对应的那个来源的那个流量就好了。最后要提一点的是，在本地开发环境当中，统计分析功能默认都是禁用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统计只针对线上对网站的这个访问，线下开发环境的这个访问是不统计在内的。下面我介绍一下 Mixas 模板内置的接收通知的一个功能。Mixas 模板默认支持 Discord 和飞书的通知，它的配置也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创建一个 Discord 频道或者一个飞书的一个群聊，然后把对应的 Webhook 的 URL 配置到环境变量当中就可以了。这个通知指的是当用户完成了支付的时候，就会给你发送一条通知。当然你的 Stripe 手机如果安装了 Stripe 的话，那同样也可以接收到这个通知的提醒。下面我们看一下以 Discord 为例，看一下如何配置这个通知。你可以在 Discord 当中随便创建一个频道，这个频道专门用来接收你的某个网站特定产品的这个所有的通知。点击确定，然后在这个频道的设置当中有一个集成，集成的下面有一个 Webhooks， 然后在这里面创建一个新的 Webhook， 比如可以设置为 Payments， 然后复制这个 Webhook URL 保存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复制的 Webhook URL 配置到环境变量的 Discord Webhook URL 当中，然后我们到网站当中去试一下。假设我们让这个用户触发一次购买，
OK， 购买成功。同时，我们这边收到一条新的消息，通知告诉你哪个用户发生了一次购买，然后价格是多少，客户 ID 是多少 ，Session ID 是多少。下面我们看一下 Make SaaS 模板的聊天框的功能。Make SaaS 模板默认集成了 Crisp Chat， 也就它会在你的网站的右下角显示一个聊天框，从而实现网站实时消息的功能。用户可以在聊天框中去留言反馈一些问题，或者是联系后台的技术支持。它的使用方式也比较简单，首先在 Crisp 上注册一个账号，它有免费激发可以免费使用。然后在 Crisp 的控制台找到设置，下面的工作空间的设置，找到 Setup 和 Integration， 然后复制 Website ID， 保存到环境变量的 Crisp Website ID。由于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所以我们还要在 Website config 当中把这个功能开启。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OK， 网页的右下角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聊天框的一个入口，这边的话就可以发送消息。消息发送之后，这边 Crisp 的后台就可以看到这条新的消息，那么就可以直接回复用户的请求。用户在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回复的这个消息，这个就是聊天框的功能。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Make SaaS 模板的验证码的功能。Make SaaS 模板集成了 Cloudflare Turnstile 的验证码服务，避免网站遭受攻击或者滥用。使用方式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配置2个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演示一下如何操作。在 Cloudflare 的后台管理界面当中找到 Turnstile， 在这里点击 Add Widget， 给它一个名字，然后添加 Host Name，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添加一个 localhost， 然后因为我们是部署在 Vercel 上面的，添加一下这个域名。如果你是自己的网站域名的话，也建议添加到这里来，然后点击 Add， 其他的配置默认即可，点击创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Site Key， 把它复制到环境变量的 Turnstile Site Key 当中，然后复制 Secret Key， 把它保存到环境变量 Turnstile Secret Key 当中。环境变量配置好了之后，我们找到 Website Config， 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所以我们要在这边主动开启。在 Features 下面有一个 Enable Turnstile Capture 的功能，把它设置为 True， 然后我们回到网站刷新一下。此时我们点击登录，这里我们看到多了一个 Cloudflare 的一个验证码，它验证成功了，然后我们点击登录。OK， 现在就登录成功了。下面介绍 Make SaaS 模板的联盟营销的功能。联盟营销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产品宣传和盈利的模式，建议在你的产品成熟了之后就可以上线联盟营销，这样的话没准可以持续获得收入。联盟营销具体指的就是说，有别人通过你的联盟营销的平台，然后获得了一个分销的一个链接，然后他可以去帮你宣传你的产品。当有人通过他的分销链接在你的网站上完成了支付的话，你就要给分销者支付一定的佣金。Make SaaS 模板默认支持了 PromoteKit 和 Affornosol 这2个联盟营销的平台。目前的话，我的 Make SaaS 模板使用的是 Affornosol， 而那个 Make Directory 模板使用的是 PromoteKit。如果你恰好也是选择这2个
联盟营销平台之一的话，那么你就只需要配置一个环境变量就可以了。而且这两个平台的话，联盟营销平台的话都是支持跟 Stripe 进行绑定的。价格方面的话 ，Aphonos 的话是支持一次性支付$99，那么在你的营销收入还没有达到10K 美金之前，那么就不需要再额外付费了。如果你是选择 Promote Kit 的话，它的价格是如果按年订阅的话，每个月就要支付$29。特点的话是在后台操作界面会相对简单一些，我感觉是比 Aphonos 要简单一些。接入 Aphonos 和 Promote Kit 两个联盟营销平台的方式在文档中已经写好了，具体的操作流程我就不演示了，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支付。最终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要拿到对应的两个联盟营销的计划 ID， 然后把它配置到环境变量当中，然后在那个 website config 当中去开启这两个功能就可以了，跟我们前面的几个配置是一样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MakeSaaS 模板的企业邮箱的功能。MakeSaaS 模板内置了一个 Contact 的页面，在这个页面上，用户可以进行一个留言，留言会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网站配置的 support email 指定的这个邮箱地址。一般来说，这都是一个企业邮箱的地址。下面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功能。假设用户留下一个邮箱，然后留下一条消息，然后点击 Submit， 就会发送一封邮件出去。我这边是在这里收到这个邮箱，这封邮件就收到了。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博客当中之前写的这篇文章，搭建免费的企业邮箱，主要用到了3个服务。第一个是 Gmail 提供的免费邮件的这个服务，第二个呢是 Resend 提供的这个邮件发送的一个服务，它的免费计划每天可以免费发送100封邮件。第三个呢是使用了 Cloudflare， 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的邮件转发的一个功能。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流程。前面在介绍邮箱注册登录时，我们介绍了 Resend 绑定了企业域名，那么 MakeSaaS 的模板呢，就可以调用 Resend 的 API 的接口去发送一封邮件。Resend 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呢，会以域名邮箱的形式发送一封邮件给到用户。用户如果回复了这封邮件，或者用户在刚才的那个 Contact 页面主动发送一个消息的话，也是以邮件的形式发出去的。此时我们可以使用 Cloudflare 拦截这个域名下面的所有的邮件，然后将其转发到管理员的 Gmail 的邮箱。事先我们在 Gmail 当中已经绑定了这个企业邮箱账号，当我们收到了用户的邮件之后，可以用这个企业邮箱的账号给用户发送回复，整个流程就通了。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免费而且稳定，适用于每天要回复少量的用户咨询的这种场景。下面介绍一下 MakeSaaS 模板的 AI 功能。MakeSaaS 模板的 AI 功能使用的是 Vercel 的 AI SDK， 目前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 5.0 版本。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所有主流大模型的一个适配器，统一了几乎所有模型的生成文本、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等等的所有功能。关于 AI SDK 的功能介绍，推荐看下面这个 YouTube 的视频。视频博主的 Matt 是一个前端的技术专家。MakeSaaS 模板内置了2个 AI 相关的 demo， 一个是 AI 文本生成器，另一个是 AI 图像生成器。其中 AI 文本生成器支持抓取任意网站的内容，并使用 AI 大模型对内容进行总结。其中抓取任意网站的内容使用了 FileCrawl 的 API 的接口，对内容进行总结使用了各种 API、各种 AI 大模型，包括 OpenAI、Google Gemini AI、DeepSeek 等等。第二个 demo 是 AI 图像生成器，它支持根据指定的提示词，利用各种 AI 大模型去生成图像。这里的 AI 大模型包括
for Firefox、OpenAI 和 Replicate 上面的一些 AI 大模型。这里我们以 AI 生图这个 demo 为例，它下面给了一些提示词的例子，我们选择这个 ZenFrog， 然后这里面有各个不同的 AI 大模型 ，AI 生图的大模型，你可以切换不同的模型，然后我们点击提交。4个模型其中已经有3个返回结果了，一般 OpenAI 的返回结果是时间是会久一些。OK， 这就是 AI 生图的这个 demo。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高效的同步模板代码。这个不属于 Make-SAS 模板的功能，但是呢，有很多可能不了解 Git 的朋友不熟悉如何进行操作，所以我在视频中演示一下。首先更新代码库的话，要配置好远程的依赖。我们前面在拉取远程代码模板代码的时候，已经配置了这个 Upstream 的这个远程仓库。配置好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远程仓库的最新的更新，然后呢就可以把远程仓库的main分支的更新内容同步到我们的当前的分支。具体我来演示一下。前面我把我们对Make-SAS Video 的这个项目的所有的修改做了一个提交，然后呢，我们可以在 VS Code 或者 Cursor 的这个 Source Control 里面找到这个 GitLess。如果你按照文档要求安装了这个 VS Code 插件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有2个 remote， 其中一个 Orange 呢是你当前的这个项目在 GitHub 上的那个仓库地址，另外一个呢就是 Make-SAS 模板在 GitHub 上的一个仓库地址。这里你可以看到 Make-SAS 模板的你本地的话同步的是上周的那个 Make-SAS 的那个main分支，而这一周的话 Make-SAS 模板又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更新，所以你可以先执行 fetch， 获取到 Make-SAS 模板的最新的更改。可以看到 Make-SAS 模板的上一次更新是在7个小时之前。OK， 有了最新的模板代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的 branch， 然后点击 merge。这里要选择的是 Upstream 里面的那个 main 分支，点击 Upstream main。OK， 这里的要提交的那个同步的 changes 就变成了10个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变更。OK， 它同步了这些，这个绿色的箭头就是指从 Make-SAS 模板那边同步过来的一些提交，直接就给同步过来了，没有任何其他的冲突。如果你有冲突的话，你需要先，它这边 VS Code 会有提示，然后你要先解决一下这个冲突，冲突解决完了之后，然后再提交。另外的话，如果 Make-SAS 的那个模板里面有新增的依赖项的话，你可能要更新这个依赖项。如果数据库的 schema 有更新的话，你也要更新这个数据库。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代码，因为这里涉及到了那个升级，像做的升级以及 AI SDK 的升级都有改动到这个 package.json， 所以依赖项是肯定有更新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先执行一个 pnp install。OK， 我们可以看到做的以及 AI 和 AI SDK 的一些相关的依赖项都已经升级到了指定的版本。这部分的代码提交当中是没有数据库 schema 的一些修改的话，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执行 pnpm run db generate， 它提示你 no schema changed nothing to migrate， 所以没有 schema 数据库 schema 的变更，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进行迁移的，就 OK 了。模板代码
同步了之后，我们可以执行 PnP dev， 在本地进行一个测试。简单看了一下的话，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交。最后提一下，如果数据库 schema 有代码冲突怎么办？也就是 DB 下面的 schema 点 ts 这个文件，这个是定义了数据库的表和里面的字段。如果模板更新了这个文件，你也更新了这个文件，那么就可能产生冲突。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办呢？首先，模板同步过来的话，会包含这个 migrations 这些文件。目前的建议是去掉同步过来的 migration 的这些文件，然后呢，将模板当中对 schema 这个文件的修改同步应用到这个你当前自己本地的这个 schema 文件当中，然后再去执行 pnpm run 这个 db generate 和 migrate 这个两个命令，进行重新生成数据库的migration 文件和执行 migration 的这个流程。